在加密赛道这个腥风血雨的战场里，10个产品能活下来1个就算奇迹。可今天的主角 STCE， 它不仅活下来了，还硬生生杀进了全球前6。它靠的不是运气，而是6个月翻倍的狂飙，1年暴涨超过 125% 的绝对实力。在别人倒下的时候，它依旧在高歌猛进，吸引无数资金追随。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它能不能活，而是它还能跑多远，还能疯狂多久。欢迎来到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我们今天会带你用最直白、最硬核的方式看懂股票、ETF 和加密市场的背后逻辑。当然了，很多朋友在看我们视频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哎呀，要是我自己也能做深度分析，判断股票、ETF 值不值得投资，那就太好了。其实这个完全是可以学的。那为了帮助大家入门和进阶，我们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些链接，里面有我们挑选过的非常适合的书籍和学习资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跟着一起学习，慢慢的你也能做到独立分析。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我们会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我们从宏观背景开始，看一看整个市场环境，接着聊加密市场的整体走势，再进入 STCE 本身的介绍与表现，包括股价走势、行业分布和基本面分析。最后我们会总结它的优势和挑战，给出一个多空逻辑对比，帮助大家对这支 ETF 做一个全面的理解。那我们先从宏观环境讲起。最近美国的经济数据可以说是好坏参半的，但是整体偏弱。首先就是消费者信心显著下滑，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55.4， 这是今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它意味着普通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看法正在恶化，大家对支出、投资，甚至是就业前景的信心都在下降。换句话说，老百姓在心理层面已经开始收紧口袋了。其次就是就业市场表现不佳。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是支持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但是8月份的数据却让市场失望了，新增就业只有 2.2 万人，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7.5 万人。更糟糕的是，就业下滑的主要板块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贸易，这往往意味着经济的硬核部门在降温，而不是某些临时性行业的波动。那再看通胀，原本大家以为通胀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但是8月份 CPI 的年率却重新攀升到了 2.9%， 创下了今年1月以来的新高。油价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是这次通胀反弹的主要推手，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在做决策的时候，要同时面对经济疲软与物价上升这种非常棘手的局面。听起来情况很糟，对吧？经济数据偏弱，就业疲软，通胀回升，那怎么市场情绪却没有受到压制，反而还在上涨呢？其实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市场对美联储的降息预期非常强烈。根据利率期货的定价，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高达 93.4%。 换句话说，投资者们几乎已经把降息当成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降息的逻辑就是资金成本降低，风险资产受益最大，这种强烈的预期自然会点燃市场的风向偏好。第二点是 IPO 市场异常火爆，过去1周里，短短5天内就有6家公司成功上市，而且融资额都超过1亿美元。这是自2021年以来最热闹的一次 IPO 周了。IPO 的火爆不仅反映了1级市场的资金活跃，也在给2级市场的投资者带来流动性回归的信号。久违的热闹氛围再一次回到了市场之中。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宏观经济数据偏弱，但市场却因为降息预期和 IPO 热潮依然维持乐观情绪。这就像是在阴天里看到了彩虹，投资者选择相信美联储会出手，选择跟随资金的方向去冒险。而这种风险偏好上升，直接推高了最灵敏的资产类别，那就是科技股以及加密货币相关资产。因为这些资产的估值弹性最大，最能在宽松环境下获得超额收益。所以接下来其实我们要聊的重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密市场率先走强，区块链和相关 ETF 表现出了怎么样的爆发力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宏观环境数据偏弱、情绪乐观的背景下， Solana 上周大涨了 13.3%， 成为加密货币里的大赢家。它的强势表现不仅来自技术生态的发展，也反映了市场对新一代公链的信心。比特币同期上涨了 4.5%，
继续稳稳守在数字资产的风向标里。虽然涨幅不算最高，但它的稳健上涨给整个市场提供了底气。以太坊也获得了 3.7% 的涨幅。作为区块链应用最广泛的平台，它的反弹进一步提升了整个行业的热度。那这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当加密市场上涨时，整个生态链条上的公司都会同步受益，包括加密交易平台、矿业公司、区块链基础设施提供商，甚至是与加密高度相关的金融服务企业。而正是这些公司构成了区块链加密主题 ETF 的主要持仓。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直接的传导逻辑，就是宏观乐观情绪，加密货币上涨，区块链或加密公司相关股价会同步走强，从而导致了 ETF 的集体上涨。这里的核心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加密市场全面走强，尤其是 Solana 和比特币，这直接带动了区块链和加密主题 ETF 的整体上涨。换句话说，这一波 ETF 的爆发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和整个加密市场的同步共振。所以带着这样的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像 STCE 这样的 ETF 在过去一周能交出 21.8% 的惊人涨幅。它既踩中了市场对降息的乐观预期，又抓住了加密市场反弹的快车。那在刚刚提到的加密市场整体反弹中，区块链与加密主题的 ETF 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先快速看几个代表性产品。第一个就是 WGMI， 它是 CoinShares Bitmining ETF， 上周上涨了 26.7%， 成为所有加密 ETF 里表现最强的一只。它主要投向比特币挖矿公司，所以当比特币价格反弹，矿工利润提升时， WGMI 就会非常直接性的反弹。第二个就是 BKCH， 它就是 Global X Blockchain ETF， 同样表现出色，单周上涨了 21.9%。它覆盖了多家区块链相关公司，受益于整个行业的复苏。第三个是 MNRS， 是 Grayscale Bitcoin Miners ETF， 上涨了 21.4%。和 WGMI 一样，这也是典型的矿工类的 ETF。最后一个就是 SOLZ Solana ETF， 上周也获得了 17.6% 的涨幅，跟随 Solana 本身的表现。而在这一波行情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 STCE Shrub Crypto Thematic ETF， 它的单周涨幅达到了 21.8%， 表现和 BKCH、MNRS 并列行业前列。为什么 STCE 能在这么多的 ETF 里脱颖而出呢？主要是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它的低费率优势， STCE 的费率仅有 0.3%， 在所有同类产品中属于最低水平，这让它对长期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第二点就是广泛覆盖，它跟踪 Shrub Crypto Thematic Index， 投资的并不是单一加密货币或者是矿企，而是覆盖整个区块链生态相关公司。这种组合让它既能享受到加密上涨的红利，又能避免过度依赖某一类资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WGMI、MNRS 属于矿工型 ETF， 高弹性但是集中度高。 SOLZ Solana 是单一公链的代表，风险和收益完全跟 Solana 挂钩。而 STCE 更像是一个分散但低费率的加密生态篮子，它的定位介于进攻与防守之间，适合更多类型的投资者。也就是说，在这一波行情里， STCE 作为代表性产品表现得非常亮眼，它的定位单周上涨 21.8%， 凭借的是低费率和广泛覆盖的优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把重心放在 STCE 上。接下来我们就深入看看它本身的构成、股价表现和基本面分析。那在说基本面分析之前，我们要先把目光放到这支 ETF， 也就是 Shrub Crypto Thematic ETF。 它是由 Charles Schwab Investment Management 在2022年8月发行的，管理规模大约 2.5 亿美元，年费率只有 0.3%， 在同类产品里算是非常低的。STCE 的特点是，它并不直接持有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而是通过追踪 Schwab 自己编制的 Crypto Thematic Index， 把资金投向一系列在加密和区块链生态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公司，比如矿企、交易平台、区块链技术供应商和支付平台等。换句话说，它是通过间接参与的方式来分享加密行业的增长。那发行方 Charles Schwab 是什么来头呢？大家可能对它并不陌生，它是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之一，管理规模超过8万亿美元，
客户账户数以千万计。在收入结构上，主要来源包括资产管理费、利息收入、交易佣金以及理财资讯服务。特别是它在 ETF 市场的定位， Schwab 一直是低费率 ETF 的代表，它靠着便宜稳定的产品吸引了大批资金。所以当他选择进入加密领域的时候，也延续了这种定位，用低成本稳健的方式来提供投资渠道。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Schwab 并不是一个单一业务的公司，而是一个综合性的金融集团。它的营收主要有4块，第一块也是最稳定的，就是资产管理费，来自客户投资于基金和 ETF 的管理费用。第二个是利息收入， Schwab 管理着巨量客户现金和短期投资，通过利息差获取非常可观的利润。第三点就是交易佣金和经纪业务收入。第4个是资讯与理财服务费。整体来说，它的营收特点是利息收入加管理费是大头，收入和资讯是补充，这也让它具备了稳定性和规模化的优势，为它在 ETF 市场布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市场地位。在美国的证券行业里， Schwab 是零佣金交易的开创者，直接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变革。同时呢，它在 ETF 市场上也拥有自己的一系列低费率产品，凭借价格优势吸引了巨大资金投入。那么在加密赛道，它的定位是什么呢？它并没有像一些公司那样直接发行比特币现货 ETF， 而是推出了 STCE 这样的主题型 ETF。 这种定位的好处是，它可以让客户在不直接接触虚拟货币的情况下，间接参与加密生态，从而兼顾增长潜力和风险控制。所以可以说 Schwab 在加密领域的打法就是谨慎而聪明，用低费率和广覆盖来切入。那加密资产的地位在这几年其实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比特币、以太坊更多被认为是小众投机品，但是现在它们已经逐渐进入了主流金融市场。比如美国 SEC 已经批准现货比特币 ETF， 这其实就是一个里程碑了，代表加密资产不再是边缘玩家，而是可以走入合规主流的投资渠道。那除了币本身，区块链和 Web3 的生态也在快速扩张， DeFi、NFT、去中心化应用，还有 Layer 2 扩容方案，这些创新不断吸引资本和开发者进入。换句话说，这不只是一个货币故事，而是一个完整的技术生态在逐步形成，投资者的需求也在同步提升。那很多普通投资者想要参与加密的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想直接去持有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因为这里面涉及风险、合规、监管的问题。所以主题型 ETF 就成了理想的中间渠道。通过 ETF， 投资者既能分享到区块链生态的成长，又不用担心数字货币钱包丢失或者是交易所风险。所以整体来看，这个行业正在走向主流化，而加密货币和 ETF 正好切中了这种新兴的需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竞争格局。在加密主题 ETF 里面，其实有一些已经非常知名的玩家了，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 BKCH Global X Blockchain ETF， 它走的就是激进路线，集中持仓在加密矿器，所以波动性非常高。BLOK 也就是 Amplified Transformation Data Sharing ETF。Amplify 的区块链数据分享 ETF 是行业里最早的产品之一，采用主动管理，持仓覆盖面比较广。还有 DAPP， 它更聚焦在加密交易所和支付公司，规模中等。那 STCE 的优势在哪里呢？它的核心有2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低费率，只有 0.3%， 在同类里属于最低之一，这对于长期投资者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第二点就是它背后站的就是传统金融巨头 Charles Schwab，这让它相对那些小规模波动大的 ETF 更容易获得稳健资金的青睐。其实总结来看，在这个赛道里， BKCH 代表激进， BLOK 代表广覆盖， DAPP 代表交易所和支付的聚焦，而 STCE 代表的是低成本和大机构背书的稳健战略。所以聊完它的公司概况、核心产品与营收、行业格局之后，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股价表现。那截至到9月30日，STCE 的价格大约在 78.5 美元，从过去1年的走势图就能看到，它整体上走出了一个震荡上行，并在下半年加速拉升的趋势。这里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产品定位，它并不是直接持有比特币或以太坊，而是投资在区块链加密挖矿、交易所、基础设施相关的公司，比如 Coinbase、Marathon、Nvidia 等。这种间接暴露方式
让投资人可以不用直接持有代币，也能分享到整个赛道的涨幅。第二点就是它的低费率只有 0.3%。第三点的特征就是它高波动，行业集中度高，走势和加密资产行情强相关。换句话说，如果比特币、以太坊大涨， STCE 基本上也会同步受益。但是如果加密市场急跌，它也会跟着大幅回调。所以从图上看， STCE 在过去1年里上涨了 123.73%， 也就是说，如果你去年9月买入，那现在已经是翻倍的收益，这个涨幅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短期走势。在技术面上，过去1年 STCE 的股价已经翻倍，9月份更是冲高后出现了震荡迹象，同时成交量也放大，这说明短期内资金博弈非常激烈，波动性可能会更大。那它的短期驱动因素其实主要有3点，比如如果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价格继续维持强势， ETF 会同步收益。那宏观层面的流动性和利率预期，比如美联储是否降息，会直接决定高风险资产的资金流入情况。第3个就是监管的消息面，比如 SEC 审批新的 ETF， 税收政策调整，都可能在日内或周度层面造成冲击。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风险点，短期内经过一轮大涨之后，可能随时出现回调，特别是在加密市场里，一旦有小幅利空， ETF 可能就会快速下跌。因此短线操作更适合快进快出，不太适合长期死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中长期趋势，也就是1年以上的展望。在乐观逻辑上有3个亮点。第一个就是加密资产逐渐被机构认可， Web3 DeFi 链上应用在落地，带动了整个生态发展。第二个是区块链技术本身在升级，比如绿色挖矿、Layer 2扩容，这些都能提升相关公司的盈利能力。第3点就是资金持续流入主题型 ETF，STCE 长期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但与此同时，悲观逻辑也不容忽视。如果加密资产整体下跌， ETF 的成分股盈利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就是监管趋严，比如禁止挖矿、限制交易，都会压制整体估值。第3点就是成分股集中度较高，一旦某几家龙头公司出现问题， ETF 就会同步下跌。从数据上看， STCE 今年以来涨幅大约 75.41%， 这个表现已经远超多数传统行业 ETF 了，但它的波动性和风险同样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所以整体来看， STCE 在短期内可能会面临震荡和回调压力，但是在中长期，它依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加密主题投资工具。低费率，背靠 Schwab 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让它在同类产品中具备独特优势。如果你看好加密赛道的长期发展， STCE 是一个间接参与的好渠道。但是如果你是短线资金的话，那就要注意风险管理。好，那在前面我们已经拆解了 STCE 的股价表现，以及它背后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那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影响整个加密主题 ETF， 尤其是 STCE 的核心变量，其实就5个。第一个就是比特币和以太坊价格，这几乎是行业的晴雨表。第二个就是监管政策，决定资金能不能顺畅进来。第3点就是技术进步了，比如挖矿效率提升、Layer 2扩容等。第4点就是资金流向， ETF 的申购和赎回会直接放大波动。最后是宏观环境，美元强弱、利率变化都会影响风险偏好。那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 STCE 背后的底层逻辑。接下来我们就顺势进入到它的优势和挑战部分。因为了解它的驱动因素之后，我们就能够更清晰地判断 STCE 作为一个投资工具，它到底是有哪些加分项，又有哪些需要警惕的隐患。优势方面，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背靠 Charles Schwab 这样的传统金融巨头，合规性和品牌信任度非常高，同时费率只有 0.3%， 在同类产品里是相对低的水平，再加上投资范围相对均衡，不会过度集中在单一挖矿股，所以整体定位稳健，特别适合那些想参与加密主题但又不愿意直接买币的投资者。在挑战方面，我们也必须坦诚， STCE 的成分股与比特币、以太坊价格高度相关，波动很大，规模和流动性相比 BKCH、BLOK 这些老牌 ETF 还是有限的。那市场竞争其实也是在加剧，
大家都在抢同一批资金，再加上前10大持仓占比超过 50%，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一旦个股剧烈波动，那 ETF 整体风险就会被放大。所以整体来看 ，STCE 的投资逻辑非常清晰，它是有巨头背书、低费率的优势，但是也免不了高波动和竞争压力。那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继续往下看一看它的基本面和估值层面到底值不值得我们长期持有。这一页我们先来对 STCE 做一个框架性的梳理。STCE 它跟踪的是 Schwab Crypto Thematic Index， 和直接持有比特币、以太坊的现货 ETF 不同，它的策略是投资在整个加密生态里起到关键作用的公司，比如矿企、交易平台、区块链应用、基础设施以及支付商。成本我们就不做多说了，但是呢，我们要提出的一点就是它的持仓数量是相对有限的，大约是40多只股票，而前10大持仓就占到了 55% 到 60%， 这个说明 STCE 的行业和风险集中度是比较高的。一旦这些龙头公司出现了问题，那它的 ETF 波动就会放大。如果和同类产品相比，比如说 Global X 的 BKCH， STCE 的波动率略低，费用也更便宜，这让它在追求成本控制的投资者群体中是有一定优势的。接着我们把视角拉到一些具体指标，先看一下价格区间。过去52周 STCE 的区间在 28.07 美元到 81.24 美元，跨度非常大，直接体现了它的高波动性。最近的日内区间也在74到78美元之间，说明即使短期波动，幅度也依然很明显。它的资金规模大约是 2.51 亿美元，属于中小型资金，流动性还算可以。分红方面，它的频率是半年一次，但金额不大。过去12个月分红大约 0.29 美元，对应的收益率只有 0.38%， 所以它不是一个靠分红吸引投资者的产品，更强调成长属性。最后来看成交量，日均大概400手左右，活跃度是有限的，说明它还是没有完全成为机构大资金的主战场，更多还是面向愿意承担波动的个人投资者。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结论， STCE 的基本面特征就是低费率、中等规模、高波动。它的投资逻辑不是分红型产品，而是紧密跟随加密生态周期的成长型主题基金。聊完了它的具体指标，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前10大持仓，这一部分非常关键，因为它决定了整个 ETF 风险集中度和主要收益来源。STCE 的前10大持仓占比高达 60.3%， 这意味着它几乎60%的表现取决于这10家公司。排在第一的是 IRE Unlimited， 占比接近 14%， 这是一家典型的比特币矿业公司。我们知道比特币矿业股和比特币价格高度相关，比特币一旦上涨，矿企的盈利能力就会成倍放大。紧随其后的就是 Cipher Mining， 权重超过 10%， 同样是一家纯矿业公司。再往下看 HOT8 占比 6.5% 左右，也是矿企。RIOT、CLSK、CORZ 也都在前10，可以说前10大持仓里一半以上都是矿业股。那除了矿业， STCE 里面还有几个特别重要的权重股。 Coinbase 占了 5.36%， 是全球头部加密交易所，一旦交易活跃度提升， Coinbase 的收入就会水涨船高。还有 MicroStrategy 占比 3.5%， 这是华尔街著名的比特币重仓公司，它的市值走势几乎等同比特币现货。还有像 BTDR 以及我们之前分析过的 Applied Digital， 则更多代表着区块链基础设施、算力和 AI 相关服务。所以这里我们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STCE 的核心就是矿业股加 Coinbase 加 MicroStrategy， 这样组合的好处是能够在牛市时迅速放大收益，涨幅惊人，但坏处其实也很明显，一旦比特币价格下跌，这些股票会集体受挫， ETF 也会出现剧烈回调。换句话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弹性、高风险工具。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行业分布。它的持仓其实非常集中，行业结构也是一目了然的。金融服务占比高达 74.27%， 这部分主要就是加密货币挖矿公司、交易平台以及相关金融类企业。也就是说 STCE 本质上就是加密金融 ETF， 它和传统的银行、保险没有关系，而是和比特币、以太坊的周期深度绑定。第二个就是科技占比 20.7%， 主要是算力、AI 以及区块链底层技术支持类企业，比如像 Applied Digital、英伟达相关生态公司。
既服务于加密，也服务于 AI 和高性能计算。科技类的配置某种程度上给 STCE 提供了一个贝塔增强，让它不仅吃到加密红利，也能受益于算力和 AI 的成长逻辑。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医疗和通信，总共加起来不到 5%， 几乎可以忽略。它们更多只是边缘配置了，不会对整体 ETF 走势造成决定性的影响。那这里其实有一个重点，74%的金融加上21%的科技，这两块合计超过了 95%。换句话说 ，STCE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加密和科技组合。好处是，如果赛道景气，它会跑得特别快；坏处是，如果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它几乎没有对冲的空间。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ETF 概况，也就是它的整体特征。首先是规模，净资产大约 2.51 亿美元，在 ETF 市场里属于中小型基金，在流动性和稳定性上会有一定限制。其次就是投资组合， STCE 的股票占比高达 99.8%， 几乎没有债券或者是现金配置，这意味着它完全是纯股票驱动的 ETF， 而且风险和波动都极高。再看估值指标，它的 PB 只有 0.4， PS 只有 0.45。 从静态指标来看，部分持仓似乎是被低估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些公司盈利高度依赖比特币的价格，因此估值波动性特别大，不能用传统指标去套用了。那今年以来 STCE 的回报率已经高达 79.7%， 大幅跑赢标普和纳指。这背后的逻辑就是比特币行情在2025年表现强劲，矿业股和交易所股全面受益。但这里也要提醒， STCE 是非分散型的 ETF， 它的持仓数量有限，集中度很高，一旦行业遇冷的话，它就会比大盘跌得更狠。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它的本质是一个高风险加高回报的加密主题工具。然后我们就要从量化指标的角度来看一下 STCE 这支 ETF 的风险特征。首先你就会注意到，它的标准差高达了 56.84%， 而行业中位数只有 12.78%。 换句话说，它的波动率其实是比市场平均水平足足高了3倍以上，说明风险极高。你要持有它，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了，价格可能是大起大落的。那再看年化波动率 62% 以上，这几乎和一些小币种的波动相差无几，意味着它对行情变化的敏感度非常大。只要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有风吹草动，它都会被放大反映出来。另外，它的换手率高达 60%， 比行业中位数高了1倍多。这意味着基金内部持仓变动频繁，交易活跃度很高。虽然这个让它保持了灵活性，但是也进一步加剧了波动。最后一点就是跟踪误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年和3年的 tracking error 都超过了 50%， 远远偏离了基准。这组数据告诉我们，虽然它的名义上是跟踪某个指数，但实际上表现可能差很多，风险偏离是相当明显的。然后我们再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审视一下 STCE 面临的挑战。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市场波动风险，因为它和比特币、以太坊价格高度相关了，它不可能是独善其身的。第二个就是宏观经济风险，第三个就是流动性风险。它的规模其实很小，大概只有 2.5 亿美元，在极端的行情下 STCE 的买卖差价可能会被放大，导致投资者很难以理想价格进出。再有就是跟踪偏离风险，它的跟踪偏离风险很高，这个基金有可能出现指数涨，但是它没有跟上，指数跌，它却跌得更狠的情况。最后就是行业周期性和结构性风险。大家要知道，加密和区块链是一个高度周期性的行业，一旦进入熊市，波动就会特别剧烈，而且它本身不是分散型 ETF， 集中度高，这个就会放大单一事件带来的冲击。所以其实宏观环境对 STCE 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一旦风向转变的话，它可能就是第一批受冲击的 ETF。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股价表现动量。它的股价表现动量其实是还挺亮眼的，评级给到了一个 A+ 的评级。那短期来看，它在1个月的总回报率就高达了 31.6%， 而行业 ETF 的中位数只有 1.6%， 差距接近18倍，属于爆发力极强。再看6个月的回报率更夸张，达到了 135%， 而行业平均才 12.5%， 这个涨幅直接甩开大盘10倍以上。中期来看，1年回报率 125%，行业平均只有 9.6%， 这说明它过去1年和比特币牛市节奏高度吻合，涨幅非常惊人。那长期数据虽然是不足5年，但3年的数据也能说明问题了。
累计涨幅超过300%，而行业平均只有50%多一点。所以总的来看，它的股价表现就是高动量的典型代表，短期爆发力强，中长期也有持续性。我们再看它的股息情况，从股息来看 ，STCE 的表现比较尴尬，只有0.38%，而行业中位数是2.66%，评级直接给到了 F， 几乎可以忽略。但它的亮点在于股息增长率，过去12个月，它的股息增长幅度高达166%，远远高于行业平均的5%。这说明虽然绝对股息不高，但增长速度惊人。不过在更长期的3年、5年、10年 CAGR 上，它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那连续股息增长也只有1年，连续分红2年，和行业比起来是偏短的。所以其实 STCE 不是一个靠分红吸引投资者的 ETF， 而是完全靠价格表现来吸引资金。好，我们看完了它的基本面，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放在几只同类的加密主题 ETF 里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 STCE 是在2022年8月成立的，费率只有 0.3%， 远低于大多数竞争对手。比如 BETH 要收到 0.95%， BTF 更是 1.25%， 甚至 MAXI 高达 6%， 这几乎是天价的管理费。而 STCE 背靠 Charles Schwab， 不仅有大平台的背书，而且投资方向覆盖面是更广的，不仅仅是比特币和以太坊，它还包括了挖矿公司、交易平台、区块链应用和基础设施。在规模上，它的管理资产大概是 2.5 亿美元，虽然不如杠杆产品 BITX 的24亿美元那么夸张，但是在同类的基金里面，它已经算得上是中上的水平了。那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可以显而易见，就是它的低费率和覆盖面全，再加上大机构的背书，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其实在这个行业里是非常少见的。那如果看过去1年的股价表现，它的成绩可以说是同类产品里面最亮眼的一个。它的年涨幅高达了 123.87%， 而同类产品普遍在 20%到 90% 之间。比如 BETH 涨了 26%， CRPT 涨了 78%， 而杠杆 ETF BITX 虽然涨了 93%， 但是风险非常大。从曲线趋势也能够看到，STCE 在经历年初震荡之后，整体走得非常稳健，基本一路上扬，而且回撤相对可控。这说明它在捕捉加密行情的时候，不光有上升的弹性，同时抗跌性也比很多同类要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找一只既能跟上加币牛市，又不至于被极端行情洗掉的 ETF，STCE 的表现确实是更稳的。然后我们看一下交易表现， STCE 最近收盘价在 78.6 美元，距离52周高点只差 3.25% 了，这说明走势依然很强劲。而它从过去1年的低点算起，涨幅超过 180%， 在同行业里算是第一梯队。从流动性上看， STCE 的换手率在 3.67%， 属于中等水平。虽然不如 BITX 这样超高杠杆 ETF 的 13.9% 那么活跃，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样的流动性已经完全够用了。那总体来看， STCE 在抗跌性、上涨潜力和稳健性上都比大多数同类 ETF 要好很多。它的定位就是低成本、稳中带攻的加密主题 ETF。它既不像杠杆基金那样的冒险，也不像纯比特币基金那样的单一，而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股息分红这一块 ，STCE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几乎没有吸引力。所以它的定位更偏向成长性，而不是靠分红吃饭的收益性产品。相对来说 ，BTF、MAXI、BITH 的股息都非常夸张，有的能达到 20% 到 40%， 但这类高股息其实往往是靠策略派息，持续性很差。换句话说，今天他们能分这么多，明天能不能维持，就是要打一个问号了。那 BITX 的股息率也有 10% 左右，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因为它是杠杆 ETF， 分红和市场波动是强挂钩的，不稳定性很大。至于 CRPT 这个就更直接了，没有分红。所以总体看下来， STCE 在股息上没有什么优势，投资它主要还是看它的成长性和加密市场行情。在流动性方面，它的位置就比较有意思了。它的规模现在是在 2.5 亿美元左右，属于加密主题 ETF 的2线头部，每天的交易额大概在530万美元。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流动性完全够用，但是对大型机构，比如对冲基金啦，或者是特别大的交易者，这可能就显得深度有限了。它的优势在于是相比 BETH、BTF、
MAXI 这些小基金。STCE 的流动性要好很多，而且背靠 Schwab 资金进出是更稳定，但劣势其实也很明显，和 BITX 这种头部杠杆型 ETF 相比，差距非常大。BITX 的日均交易额是 3.9 亿美元，远远甩开了 STCE， 所以机构在做交易的时候更可能选择 BITX 这种标的。整体来看，在流动性方面， STCE 流动性是中规中矩的，适合中小投资者。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集中度和风险。STCE 在这方面其实算是一个折中方案，它一共持有43只股票，前10大持仓占比大约是 56%， 算是有一定的分散度。那相比 BETH、BITX 这种极端集中的 ETF，STCE 的风险可能更可控一些。再看换手率， STCE 大概是 60%， 说明它会动态调整仓位，一方面捕捉机会，另一方面也兼顾了风险管理。对比同行 BTF、CRPT 这些资金，前10大持仓都超过 90%， 几乎就是押宝性的重仓，波动风险极大，而 STCE 的结构是相对更稳健的。所以 STCE 虽然不能算非常分散，但至少比极端集中的同行更平衡一些，属于中庸之道的 ETF 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分析师的态度。目前覆盖 STCE 持仓的36只股票当中，有33个人给出了买入评级，3个给出了持有，0个卖出。换句话说，市场共识非常鲜明，这是一个强烈买入信号。这说明主流华尔街分析师对 STCE 背后的公司普遍乐观，认为行业趋势、盈利能力和估值空间依然向好。那目标价格方面，情况更有意思。过去1年 STCE 的股价已经从低点一路爬升，现在分析师给出来的未来12个月的目标价区间，从最低的 72.96 美元到最高的 151.96 美元，中位数大概是在107美元左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即使是悲观的预测，也比当前价格略高，而乐观的预测则有翻倍以上的空间。所以综合来看，分析师的态度可以总结成4个字：强势看多。看完了分析师目标价，我们来总结一下 STCE 的多空逻辑。我们先来说一下多头逻辑。第一个就是市场环境好，美联储预期要降息，这会让市场的流动性改善。那钱一旦多了，往往会流向风险资产，比如说加密货币、成长型股票。而且现在 AI 和区块链的应用都在热潮里面，自然也就会带动资金涌入这些相关主题的 ETF。第二点就是价格动能很强，过去6个月STCE 的涨幅高达 134.9%， 过去1年更是涨了 125%。 在同类加密 ETF 里面，这个表现是数一数二的。简单说就是资金关注度高，大家愿意追。第三点就是它的费率很低， STCE 的管理费只有 0.3%， 相比很多加密类 ETF 0.5% 到 0.95% 的费率，算是很便宜了。对于长期投资的人来说，费率就是长期的优势。当然了，最后不要忘了，它的背后是 Charles Schwab， 作为美国传统金融巨头之一， Schwab 的品牌背书和风险管理能力给了这个 ETF 更多的稳定性。相比那些小众的加密 ETF， 有它的名字加持，机构资金更愿意进来，投资者的信心也就更强。那我们再看一下空头的观点，为什么有人觉得 STCE 风险很大？第一点就是波动性高，它的年化波动率高达了 62.6%，标准差 56.8%， 远远超过一般 ETF 的平均水平。什么意思呢？短期内股价动不动就可能会来一个 30% 到 50% 的回撤，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心脏不够强大的话，其实是很难扛的。那第二点就是行业集中度太高， STCE 里金融服务占了 74%， 科技占了 21%， 几乎把筹码全都压在了加密金融加算力科技上，缺乏分散化，意味着一旦这2个板块出现了问题，风险会非常集中。第三个就是基本面支撑不足。从估值角度来看， STCE 里很多公司的 BP 只有 0.4， PS 只有 0.45， 有的便宜，但盈利能力非常不稳定，加上加密金融本身的周期性很强，一旦进入熊市，估值再低也没有人敢接的。最后是分红吸引力不足， STCE 的股息率只有 0.38%， 几乎可以忽略。那对那些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投资者来说，吸引力明显偏低。换句话说，它更像是一个纯粹压住价格上涨的工具，而不是能帮你稳定拿分红的产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TCE 这支 ETF 的投资总结。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投资亮点。
第一个亮点就是这个赛道正热，目前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板块正在享受市场风险偏好的回升。美联储进入降息预期阶段，流动性环境改善，对高风险资产是一个大利好。再加上 AI 和区块链的结合越来越火，大家对新科技加新金融的想象空间是很大的，那 STCE 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受益标的。如果说你看好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未来发展的话，那这支 ETF 是一个打包投资的好方式。第二个亮点就是股价动能强，过去1年这支基金的涨幅超过 125%， 远超大盘和大部分 ETF。 要知道，大多数传统指数基金能跑出 20%、30% 的涨幅已经很亮眼了，而 STCE 能翻倍，说明基金对它的热情非常高。这种强劲的动能往往会带来更多资金关注，从而形成正反馈。第三点就是它的低费率优势了。最后一个亮点就是品牌背书，它是由 Charles Schwab 管理的，那和一众小众加密 ETF 相比，它的稳定性就凸显出来了。我们再来说投资风险，第一个就是它的高波动性，这个对风险承受力不足的投资者来说压力会很大。第二个就是它的行业集中度过高，第三个就是它缺乏分红的吸引力，最后一点就是它的周期敏感性高。那么我们看完了这些总结，再来看它的投资定位和整体的结论。我们先来看一下它适合的人群。STCE 其实是一支典型的高风险、高潜力的主题型 ETF， 它非常适合几类人。第一类就是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第二类就是看好加密行业中长期发展的投资者。如果你认为区块链、算力、加密货币会在未来3到5年甚至更久的周期里继续快速成长，那么 STCE 就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长期配置。第三类就是短中期追逐主题动能的交易者，因为它的动能很强，涨幅也比同类产品高，所以短期资金往往会选择这种产品来放大收益。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不适合的人群。那第一点显而易见的就是保守型投资者，第二点就是以分红、稳定回报为核心诉求的长期资金，因为它的股息率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最后我们其实用一句话来总结概括，就是 STCE 在牛市里它的表现会非常亮眼，可以放大整个加密市场的上涨幅度，让投资人享受红利。但是在熊市里，它的风险同样巨大，可能快速下跌，带来沉重亏损。换句话说，它并不是一只买了就放的基金，它更像是一只战术型的工具，适合懂周期、敢承受波动、愿意追求高回报的人，而不适合那些稳健型的投资者。所以如果你是高风险承受者，并且看好加密行业的未来，那 STCE 就是值得关注的。但如果你是低风险承受者，追求稳定回报，它并不适合你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关于 STCE 这支加密主题 ETF 的深度分析。如果你对其他的比特币 ETF 也感兴趣，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做过的视频，里面有更详细的对比分析。当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续更多 ETF 股票和加密市场的解读。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里是 Money Dog Eric， 我们下期再见。